大家好，我是小卓。谢阿姨和王阿姨刚吃完午饭，坐在客厅的麻将桌旁，打着几圈牌。谢阿姨一边洗牌，一边随口和王阿姨聊着最近的健康问题。她心大，平时看病也不太在意，连上周体检报告里发现的心梗，也只是随便听了听，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。反正每天还是照样打麻将、喝茶，偶尔出门散步，也没觉得身体有太大不适。不过王阿姨的反应就不同了，她心情一低落，就开始担心她的健康问题。她看着谢阿姨心无旁骛的洗牌，突然开口：“谢大姐，你上周做了检查，查出有心梗吗？我听说多吃点红薯和玉米能改善心脏问题。”谢阿姨愣了一下，手头的动作停了下来。红薯和玉米嘛，真的假的？我这2天也听说，但一直没怎么在意。她顿了顿，低声补充道：“不过心脏确实有点不舒服，偶尔会觉得胸口闷，走路走多了也容易喘不上气。”王阿姨紧皱眉头，显然比谢阿姨还要紧张。你这么不当回事，我怎么能不担心？我到处打听，别人都说红薯玉米好，帮着心脏减负。我看你这样，还是去医院找医生问问吧，毕竟心梗不是小事。谢阿姨摇了摇头，还是没太当回事。行吧，去看看也无妨。反正最近我就觉得还行，能吃能睡，打麻将也不耽误。于是2人第2天便来到了医生的诊所。赵医生是附近医院的心脏科主任，已经有20多年的从医经验，深受患者信赖。赵医生看见他们进来，先是笑了笑，然后看向谢阿姨：“听说你最近身体不太好，心脏有点问题。”谢阿姨点点头，把体检报告递给赵医生。赵医生，这几天我总觉得有点胸闷，走得多了也有点喘不上气。王阿姨说红薯和玉米对心脏好，是真的吗？赵医生接过报告，认真翻看了一遍，眉头微微皱了皱。谢阿姨，红薯和玉米是很好的食物，富含膳食纤维和一些微量元素，但说它们能对心梗有显著改善作用，可能有些过于乐观。他停顿了一下，抬头看向谢阿姨。心梗是因为心脏血管发生了堵塞，血流不畅，导致心肌缺氧，产生一系列的不适症状。只靠吃红薯或者玉米治疗心脏病是不够的，反而我建议你们可以从减负开始。减负，王阿姨有些不解。对，减负。赵医生点了点头，示意2位阿姨坐下。心脏是一台不停运转的发动机，它需要的其实不仅仅是能量，更多的是降低压力。如果你们想帮助谢阿姨心脏恢复健康，最重要的不是增加某些食物，而是减少她的负担。比如呢，谢阿姨迫切的想知道，毕竟她每天打麻将时，心里总是担心着自己那个心脏。王阿姨说的有道理，她也希望能做点什么。赵医生笑了笑，首先给心脏减负的3样东西是优质蛋白、健康脂肪和抗氧化食物。优质蛋白，王阿姨皱了皱眉，这不是跟鸡蛋、鱼虾有关系吗？赵医生微微点头，对，优质蛋白指的是那些能有效修复细胞、增强免疫力的蛋白质。最重要的是，它们不增加心脏负担，比如深海鱼类，像三文鱼、金枪鱼，它们含有的脂肪酸能够帮助降低血脂，减轻心脏负担。而且这些蛋白质不含过多的饱和脂肪，能避免血管内壁的堵塞。谢阿姨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原来是要吃这些有助于降脂的鱼类。赵医生继续说，
是的，还有豆类，像黑豆、黄豆、豆腐等，这些植物性蛋白同样对心脏有好处，它们还能降低胆固醇，给心脏减轻压力。那第二种健康脂肪呢？健康脂肪常常是被大家忽视的一环。赵医生稍作停顿，接着说道，其实我们的心脏需要脂肪，尤其是对抗氧化、抗炎症有作用的脂肪，帮助心脏维持血液循环，降低血压。比如说橄榄油、坚果、亚麻籽油这些食物，它们含有很多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，对心脏特别有好处。原来坚果也能帮助心脏。谢阿姨的眼睛亮了起来。谢阿姨，坚果是健康脂肪的代表，但等吃的时候最好是控制量，每天几颗坚果就够了，不用担心会长胖，因为它们对心脏的帮助是长期的，而且它们里的脂肪不会导致血管硬化，反而能够促进血液流动，减少心梗的风险。赵医生又补充了一句，那第三种抗氧化食物是什么？王阿姨再次发问，显然她对这3项建议非常感兴趣。所谓抗氧化食物，就是指那些能够帮助减少自由基、降低细胞损伤的食物。赵医生认真地看着谢阿姨，比如番茄、蓝莓、胡萝卜、绿茶，这些食物富含抗氧化物质，番茄红素、花青素、贝塔胡萝卜素等，它们能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，降低心血管的发生。谢阿姨点了点头，我平时就喜欢喝绿茶，看来还是挺有用的。她说着突然又问，那我是不是要完全放弃吃红薯和玉米了？赵医生笑了，不，红薯和玉米并不是坏食物，它们提供了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帮助肠道健康，也有一定的营养价值。谢阿姨若有所思地说道，明白了，原来心脏的健康并不是单依靠某一种食物，而是要通过全面的饮食来调整。赵医生赞同地点了点头，对的，其实改善心脏健康不仅仅是通过吃什么，更要看整体的生活方式，每天保持适量的运动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并调整饮食习惯，那你的心脏健康会逐渐得到改善。关于改善心梗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你能够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点下一个免费的赞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